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8种绝对有钱的手相，你占了其中几种？在这个世界上，表面上看起来平凡无奇的人，可能背后隐藏着巨大的财富。你可能认为富人一定会开豪车、穿名牌，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真正的富豪往往低调，不显山露水，他们看起来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却在财富方面远远超越了许多人。水星丘高凸，水星丘主商业头脑，水星丘高凸说明有经商的智慧，绝对会成为有钱人。2. 太阳线有支线延伸至小指，太阳线主人缘，有支线延伸至小指说明人缘好，多贵人，做事易成功，因此也容易成为有钱人。3. M 型手， M 型手主财富，绝大多数的大富豪都会有这种手相特点，毋庸置疑会成为有钱人，而且是大富豪。4. 理财纹清晰，感情线上方会有一条平行的线，这就是理财纹。理财纹主理财运，要是理财纹清晰，说明善于理财，懂得用小钱生大钱，假以时日就会积累到一定的财富。5. 财运线清晰，对着无名指跟小指之间有一条竖线，就是财运线。财运线主财运，要是财运线又粗又清晰，必定财运好，做什么事情都会生财容易。6. 钱财纹多条，正对小指和无名指下方的竖线，就是钱财纹。钱财纹主财富，若是有多条整齐排列的钱财纹，必定经商得财，会成为大有钱人。7. 不动产线，手纹出现不动产线，说明会有房产继承，或者因房产发家致富，常常是买房子的大富豪。8. 断掌，断掌主领导运，一般大领导都是断掌的，常常是当官而有钱，可谓是名利双收。第4种越老越有钱的手相，儿富女贵，老年必定发达。1. 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有这种手相的人，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但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富贵会出露头角，晚年财运大增，地位节节高升，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2. 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是从手掌出发，若是有2条玉柱纹，则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这种手相是晚年得运的吉象。拥有这种手纹的人，在年轻时目标模糊，没有理想，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大多一事无成。随着年龄的增加，经历多了，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能为之奋斗。中年时会遇到大机遇，运势越来越旺，子女聪明孝顺，晚年福禄大增。3. 拇指，无名指上有斗，拇指、无名指有斗的人，在青少年时代比较艰辛，虽然足够聪颖敏捷，能力也很强，但是经常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并且会为工作奔波受累，还经常为此与恋人发生争执和矛盾。这类人到中年，思想慢慢成熟，目标也会越来越清晰，会逐渐地将精力全部投放在工作当中，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获得地位和财运，晚年生活也是十分无忧自在。4. 小拇指上有直纹1或2条，小拇指上有1到2条笔直的纹路到达第1个指节，这种纹理在相学中被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纹理的人，越老越贵气，早年吃的苦都是为后面的时来运转做铺垫，子女大有出息，不需要自己操心，晚年还能享子女的福气，子孙贤孝，富贵安康。第3，俗语掌心握2元，有财又有权是啥意思？
两元指的哪二元？我们国家是一个拥有着5000年文明的历史古国，在我们这条奔腾不休的文明长河中，诞生了很多灿烂而辉煌的文化。古代的食人树便是这灿烂辉煌的文化之一。它与诗词歌赋一样，同样是拥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而且很多食人树都以俗语的形式表现出来，与民间的民俗文化相融合，成为了一种独特的俗语。这些俗语往往脍炙人口，能够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老祖宗留给我们后辈子孙的宝贵遗产。其中就有掌心握两元，有财又有权的说法。那么这两元指的分别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这句掌心握两元，有财又有权的俗语，说的其实是，如果手中的纹路像两种元，那么便预示着这个人不仅可以有不错的仕途，甚至还会有不错的财路。像这样的俗语，民间其实有很多，大多数都是老祖宗依据自己的经验而总结出来的俗语，往往没有什么实力可以印证。古代的人们在遇到了问题，期望了解未来的时候，就会通过类似于掌心握两元，有财又有权的方式来进行一些预测。直到今天，用这样的方式去预测未来、了解前景的行为还依旧存在。这样的方式说到底其实是老祖宗对日常生活中不确定性的担忧和对未知的恐惧。那么这句俗语中的两元分别指的是什么呢？其中一个指的是像月晕一样的圆形，老祖宗认为这样的形状预示着权力和仕途，所以人们也会将这样的圆形称之为是宝运。而另一个圆则是指像铜钱一样，人们认为这样的情况预示着家中是比较富有的，不仅家中钱财满院，而且家中的粮食更是会堆满仓库。毕竟铜钱在老祖宗的眼中就是财富的代表。老祖宗又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呢？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人类就是因为解放了双手，才能够创造出如今灿烂而辉煌的文明。同时，手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肢体，也是人们最常用的肢体，所以一个人的生活、职业等等都能够在手上留下痕迹。民间有着男人手如棉，女子手如柴的说法，意思就是说，男人要是双手手绵柔软，女子要是手掌如柴干硬，都是预示着有一个不错的生活环境。这是因为手软预示着不做苦力，在古代要想也只有那些官老爷、秀才、地主家的男丁才会不干活也能活得很好，而女子手柴则说明是个勤劳持家的好女子。正是因此，老祖宗才会将手上的一些特质与人的富贵未来相结合。像这样掌心握两元，有财又有权的俗语，虽然不见得正确，但它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心态，让人们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更自信主动地去迎接挑战，甚至还能够起到一定的道德约束作用。民间的很多文化传承至今，始终是有一定道理的，它一定是契合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需求，才能够绵延千百年而不休。我们在遇到这些东西的时候，需要辩证地看待。第四，男子面相看五官，女子面相看流年。啥是流年？有道理吗？众所周知，在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中，人们对面相学说十分看重。在古人的观念中认为，若是能够对他人的面相有着较为详尽的了解，亦能够充分了解对方的性格特征。正因如此，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面相学说始终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而一句关于面相学说的俗语“男子面相看五官，女子面相看流年”，更是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那么，这句识人俗语是否有着科学依据？所谓的男看五官，女看流年，又指何种意思呢？封建背景下，算命师傅曾是很多人所尊重的对象，通过他们的帮助，
人们得以对自己未来的命运发展走向有所了解。无论在民间或是皇宫内，都会有着一些算命之人的存在。在诸多算命术士群体中，会看面相之人更是能够得到他人的敬重。在现代人看来，面相学说带有着一定的封建腐朽色彩，但时至今日，面相学说仍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诸多与面相学说有关的俗语，更是得到人们的关注。曾经一句男子面相看五官，女子面相看流年，便是许多人所相信的对象。首先提到男子面相看五官这句俗语，很多人都会对其中的五官非常好奇。其实这句俗语中所指的五官，便是额头、眉毛、眼睛、嘴和耳朵。古人认为，若是男子额头饱满，便有着较高的智商，在为人处事的过程中，他们也会有着相对较好的运气。正因如此，额头饱满的男子普遍会成为人们敬重的对象。此外，在古人看来，男子的眉毛最好浓密有形。若是男子眉毛稀疏，则意味着其为人处事过程中会有着优柔寡断的性格特征。若是与其进行交往，也很可能会受到他们的负面影响。在封建背景下，古人认为眼睛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真实心理状态。若是男子眼神较为干净清澈，则意味着他们心思单纯且能力较强。基于这一原因，眼神清澈干净的男子大多能够得到旁人的称赞。在分析男子五官的过程中，若是男子的嘴巴较大，则意味着他的社交能力相对较强。在为人处事时，他们普遍会有着较多的朋友相助，这也会使其人生之路顺遂无阻。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